Hello，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Spine 更新到 4.3.18 了，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Slider， 非常强大一个功能啊，让 Spine 终于可以媲美 Moho 了啊！还是网友告诉我的，说老师这个 Slider 干什么用的呀？啊，他也不告诉我，根本不知道更新这个东西了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哪里呢？我们看看啊，在下面 New 这里面增加了一个 Slider，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好，用我这个之前做的着火的佩奇开卡车来举例子，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复杂动画的时候，之前所有的Spine动画师呢，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动画里面过于复杂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往里整合很多的东西。那比如说我这里面有开车呀，有着火，那比如看这样一个动画啊，有轮子在转，汽车在转。包括上面的着火，那 Slider 能干什么呢？它能把我们所有的动画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把它融合到一起，它有点类似于Flash 软件的元件。那我们之前在做这种复杂动画的时候，比如说火，我肯定要单独的来做。你看这里我做了个 Fire 哈，1、2、3，这是一个单独的 Fire 的动画。那么这里面呢，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轮子转呀，或者小猪的，这是什么？黑 stack， 我都忘了这是干什么的了。这是上面着的这个碎屑，有漏油，油呢？漏油，所有的都是单独做的。然后呢，你看我在 Driving 2里面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看这个动画啊，这里面这么多的关键帧有火呀，有烟呀，各种东西全都整合到一起，非常复杂。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想去修改这个动画就非常的麻烦，对吧？要不你就在 Unity 里整合。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Slider。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见到在 Moho 软件里面有这样一个骨骼，是吧？创建一个骨骼啊，我通过旋转这个骨骼，我就能控制人物的转面，是不是很多动画师非常羡慕这个功能？现在咱们的 Spine 可以使用了啊！我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好，这个骨骼我先放在这里啊，调成0度，一会儿我就用它来控制这个小猪的转面。那可能有人会问，我直接拖拽这样一个骨骼和我去转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控制整段动画里面所有的关键帧，因为我现在这个转面比较简单，你看看，对吧？转面比较简单。那么如果在这个转面里面它同时包含有一些更复杂的动画，怎么来实现呢？我先单独做一个转面的一个动画啊，我们来进入动画，在这儿做一个 face turning 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这样了 ，face turning。然后我先给这个小猪加一个这个就是控制它骨骼的、控制它转面的这个骨骼加一个关键帧，比如说在第40帧吧。然后第20帧的时候，把它拽到这边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然后这边呢，再拽一个远一点的距离，复制一下啊。这样一个都不用循环动画啊，不用循环动画，咱就这样一帧最左边的一个距离。最后一帧最右边的一个距离，就这样加一个曲线吧，这样。但是在整个转面里面，我可能要做一些更复杂的细节的调整。那比如说，我转到这儿的时候，我的鼻孔想放大，是吧？那我在最后一帧把鼻孔放大，第一帧的时候给一个关键帧，对吧？转到这个面，鼻孔肯定要放大嘛。那同时它可能有一些位置的变化，鼻孔也要挪动一点，这是不是就是更细节的变化了？第一帧给它一个关键帧，加一个曲线。除了这个呢，还有眼睛，是吧？在这一帧，我可能我的眼睛会变得细一点，最后一帧是比较宽的，变细一点。然后眼睛的位置也可能会有变化。那这种转面呢，是你一个骨骼无法完成的，对吧？你可能一个骨骼只能做这种小的转面。那我在整个动画里面加入了这么多丰富的变化。这样呢，就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用，先保存一下啊，保存。这样呢，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用这根骨骼控制整段动画的它的播放。我把这个骨骼放到这里啊，然后如何来控制呢？进入到 Animate 啊，我再创建一个新的骨骼新的动画，我们叫 Combine 后，我可以在其他的动画里面去控制整个 Face Turning 动画的播放的进场，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如何来操作？在这个地方啊，在树状图里面 Animation 这个地方，我们选中 Face Turning 这个动画，要在这儿选中它然后在下面这个菜单选中 New， 你看它会出现一个 Slider，
选中这个 slider， 这样呢就创建了一个 face turning 的 slider 的约束啊，约束它的名称跟你的动画名称是一致的啊，当然这名字也可以改啊，你改成2，你改成2，它对动画并没有影响啊，它可以创建好几个约束，我们就默认的吧啊 face turning。然后我想在别的地方去控制这个动画，我再创建一个动画，注意看啊，注意看，在这儿创建 combine， 我在这里面我想去播放 face turning， 你看 face turning 后面已经多了一个 slider 的一个图标，对吧？在这儿选中这个 face turning， 你就选中了这个约束，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frame， 有一个 mix， 我们现在选中它啊，它在左边就创建了一个关键帧slider frame face turning， 这是它的帧数，它一共是20帧，因为我们在 face turning 里的动画就是20帧，给它做了一个20帧的动画，所以在 combine 里面这个 frame 最高啊就是20帧，你可以选中它从哪帧开始播放，但现在没变化是吧？因为 mix 没有调，我们把 mix 调到100啊，一般这样就可以了。你要调到50呢，那现在选中的是第10帧，是不是？选中第10帧你要调到50，那它实际上就是10帧的一半啊，也就是在 face turning 里的第5帧，第5帧，对，第5帧啊，调到100啊，我们一般这个 mix 100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 face turning 动画里的第10帧。哎，你看拖着这个是不是动画就变了？那我想在这里面创建动画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在100帧。这是 combine 啊，别乱啊 ！combine 动画里面，我把这个face turning 的 slider frame 调到20，那它等于花了100帧的一个长度去播放了 face turning 里20帧的一个长度。你看它转的就很慢，是不是非常方便？那后来在后面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再把它拖回来，第0帧，它就又回来了。当然这个速度你也可以调节啊，你看这样我调的很快。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不用做循环动画，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slider 就可以通过它的关键帧来控制它的动画了。当然你可以再给它加一个曲线啊，它会播放的更柔和一些，看你的需要。那我刚才说了如何把它锁定到这个骨骼呢？用骨骼来控制它的变化。这样呢就是在你看这有一个 bone 看到了吧 bone， 那么我们回到 setup 啊，回到 setup 这个状态，选中它，然后看这个地方有一个 bone 是吧？点一下这个笔，然后 pick 一下这个骨骼，点一下 OK， 点好之后我们转一下看看，没有反应没有，为什么没反应啊？因为 mix 还没有调，我们把 mix 调到100，你看它现在已经有变化了是吧？ mix 调到100，我们转一下看看，为什么会这样一卡一卡的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数值啊 property 这个是它的角度，从0度这个骨骼的啊，从0度到100度，我们看一看看看是不是100度啊，到90度了，再往后它还在动，是不是？所以转到了100度，转到100度正好回到动画的第1帧了，也就是说在0度到100度之间去控制这个，哇天，在0度到100度之间去控制这段动画里的0到20帧，因为这个动画只有20帧，但是我们习惯呢这看你的习惯了啊，看你的习惯。比如说我想用骨骼的1周，我转一圈它正好播放动画里的20帧，那就把它调成360，调成360，这样呢我转一圈，你看它正好是动画完整的一个过程，然后回到0度它又回到第1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那个看到 Moho 那些控制器了啊，跟那个是一个意思，是不是？那比如说我就想让它在0到180度之间去控制它角度的变化呢，那这儿就输入180，180就是正好转到这儿，它动画播放一遍，但是播放到这儿它又回到第1帧了，你可以把这个 loop 去掉啊，把 loop 去掉，那就是放到这儿，那它就是动画的最后1帧，0度就是动画的第1帧，但是你往回掰啊，掰回到359度，它又回到动画的最后1帧了，这个怎么解决呢？也有办法啊，你这样你可以把它调成90度到270度啊，90度到270，这就是90度到270度。但是我想就想在右边掰怎么办呢？那你再给它一个角度呗，是吧？默认的你给它变成90度，默认的90度，然后呢，你在旁边给它一个骨骼绑定进来，你再把这个骨骼转到这儿，它变了怎么办？变了我们就加一个那个location， 变了我们就把 local 加上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在以自己这个骨骼的角度为标准啊 ，local
你外面去控制它的变化不就可以了嘛，是吧？很多种方法这是用角度控制，我们可以用它的坐标来控制也可以用坐标来控制。换一个骨骼吧，太乱了有点。这个地方我再创建一个骨骼0度0度，然后呢回到我们刚才的回到约束，刚才锁定是43，对吧？Bone 43，把这个去掉，重新 pick 这根骨骼，这应该是那个45，是吧 ？Bone 45。这次呢我们换一个刚才 rotate， 我们这次选择 translate translate y， 我们用 y 值来控制它的角度变化也可以高度变化现在没有看不出来是吧？看不出来，应该是看不出来，因为没加这个 loop。现在我们看到是只在0和100像素之间0在100像素，你看这个软件现在有 bug 0到100像素之间，那就是我把它拽到这儿，你看才起作用。这条线正好是 y 值的0，对吧？拽到这儿是100，来控制它的变化。你把这个 loop 勾上，把这个 loop 勾上，就可以在任何位置去控制它的变化了，对吧？这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控制器来控制它整个的转面，而且这个转面里面有更丰富的细节。同时呢，我又觉得现在动画里面细节不够，那我回来再改呗，是吧？我进入face turning， 回到这个 face turning， 我觉得在转弯的时候转面的时候，最后一帧这个烟应该在朝这边，是吧？当然简单的做一下再竖过来，这个骨骼这个物理变化会不会有问题？看一下。进入这个 combine， 进入 combine 因为给它添加骨骼了，我们刚才给这个约束加了一个骨骼，是吧？加了骨骼，那么之前做的 frame 的这个关键帧就不起作用了，我们直接把它删掉。那在这个 combine 里面，我们直接去做这根骨骼的高度的变化就可以了。往下你看，哇，它骨骼物理真的会有影响，是吧？那比如说做一个循环的转面，我们就做它就可以了。循环的转面多长都可以，非常的方便，是不是？很强大的功能。那这个还可以怎么用呢？我们现在看我这里的动画有火有烟，是吧？我之前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把它们全都融合到一起了，然后有这么多的关键帧。现在有了这个 slider， 那可就真的方便多了。我再创建一个新的动画叫 truck combine。truck combine， 就举2个例子吧。我们把火跟烟直接融合到这个 truck combine 这个动画里。我们先看看这个 fire 之前做好的 fire， 这是这是做好的 fire 的动画，是吧？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给这个 fire 3添加一个 slider fire 3，这是一个 slider， 还有 smoke。这是4个一样的烟雾本来是做完这个 smoke 3了，然后在 smoke 2里面给它做了一下这个偏移。现在 Spine 好像还不能说我做一个单独的特效，然后把它作为元件去在任何地方去调用，好像还达不到这个要求但现在其实这个 slider 已经很强大了。好，我们现在在这个 smoke 2里面smoke 2里面我们给它加一个 slider， 在这儿了，在动画里面smoke 2 new slider。好，现在我们有3个约束动画了。我回到这个 truck combine truck combine， 我再做一个吧，再添加一个动画truck jump 吧。你看英语不好，还特爱用英语，就是键是吧truck jump。在这里呢，我做一个车的一个抖动动画吧，简单做一下就这样一个动画，这个咱就循环起来吧这个循环起来。好，这样一个动画然后回到 truck combine， 我首先要把这个对 truck jump 也加一个 slider truck jump new slider。 好，这几个约束动画回到 truck combine， 要在这里面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先把这个车的跳跃加上车的跳跃那就是 truck jump， 先加一个 frame， 然后呢 mix 100，这肯定要100动画多长都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把动画调到6一个6帧的动画。但是呢6帧是它跳一次，是不是？跳一次，这个我怎么让它循环呢？注意这得还回到 animate 回到 setup 点一下这个 truck jump， 注意看这有一个 loop， 看到了吧？ loop 给它勾上 fire
loop smoke 都勾上，这都是要循环的，所以你就直接把它的这几个都勾上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truck combine 啊，然后选中 truck jump， 注意看啊，现在最后一帧是它的第6帧，是不是？如果想让它循环起来，那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直接输入数值，输入200，输入200，那就是200帧的长度里面去循环它内在的6帧的动画。你看它这样就循环起来，是不是非常方便，对吧？200帧，那你想多长你就自己去控制它。比如我想650帧啊，650帧，你现在这个速度是不是变慢了？那我就在最后一帧给它改成650。当然你可以速度更快啊，怎么它太长了，我再改回来吧，再改到200帧。你看我给它拖回到200帧，但是这儿还是650，那这个动画就会加速，所以这个速度控制就非常方便了啊。所以这个 slider 很强大，是不是？我给它改回200。那火焰呢？同样的方法是吧？把火焰加上，这个火焰我刚才是摁错了，把火焰加上，选中这个 Fire 3，先把 Mix 拖拽啊 ，Mix 拖拽，这是 Fire 3的一个关键帧。然后呢，这个直接输入200，输入200。最后一帧摁错了 ，Fire 最后一帧输入200。好，第一帧没创建关键帧啊，第一帧给一个关键帧。好，这火焰是不是着起来了？怎么着的不太对啊？这是24帧。好，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软件的 bug。然后我刚才又增加了一个 Fire 3B， 我想用一个骨骼去控制它。我想用骨骼去控制它里面的动画，它也是这种效果。同时呢，还发现它结果把我原来的动画也给破坏了。你看这个火焰透明度变化没有了，是吧？这也可能是软件的 bug 啊，也有可能是我没能耐，它的软件 bug 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啊，这个都不管它了。所以呢，那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啊，我就用序列帧来解决。我刚才把这个火单独导了一套序列帧。正好呢，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新版本导入序列帧也很方便了啊。之前有一期专门讲了这个新的序列帧的使用方法，我都有点忘了。单键一个骨骼啊，你要找那个序列帧的教程，在下面的地址自己看一下啊。好，我们选中这根骨骼，然后呢，在图片里面我们找到。这个是我刚才创建的一套序列帧，这是序列帧24张图啊，0到23，我们只拽第一张图进来就可以了，放到这个位置。好，我们看一下图片下面有一个 sequence 是吧？这是序列帧，把它勾上啊，序列。你看这是序列的范围啊，0到23，然后 frame 目前是第0帧，这个你可以改的啊，比如改成第44是多少，那就是最后一张是吧？默认的我们第0帧。好，那这个火焰呢，我先给它挪一边去吧，用不了，那没办法是吧？我把这个火放到这个位置，这个叠加状态是不是可以调一下呢 ？Additive， OK。好，那么现在回到这个 Truck Combine 这个动画，之前我们做好了，这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关键帧呢？这个应该是之前把那个 Fire 的 slider 删掉，然后出现了这些东西啊，删掉它，是不是？你看，你操作不当就认为是 bug， 这个习惯可不好啊，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它肯定是 bug。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直接给它添加序列帧动画就可以了。这张图片，选中，我们看看这是真频是吧？真频 FPS 12，我们给它改成30，根据你的需求啊，默认是 loop 啊 loop， 然后，就成了。OK， 那就这样吧啊，那就这样吧。好，这个烟雾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我们把烟雾也勾一下看看啊。Frame 第0帧，最后一帧200。Smoke 2，看一下动画啊。它也不动，这个烟雾也有问题，控制不了里面的，也许是网格的变化呀，也许是透明度的变化，感觉是网格啊，它现在无法控制内部的网格运动，所以我刚才把slider 的smoke 和 fire 的 slider 删掉以后，为什么在我这儿留了这么多的关键帧？也许是 bug 啊，这只是我的推测，不知道，我们等它后续更新吧。
但是在这个动画基础上，那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想增加小猪转面，那就非常方便了。在这个位置我想加一个 face turning face turning。 好，我们不用这个了，我们直接用它就可以了，是吧？比如说在这儿我想加个 face turning， 那么在这儿点一下关键帧，控制一下它的高度变化，在这儿我想再转回来。它其实呢就是在一段动画里面融合了其他的动画。那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成功的融合了车体本身的跳跃，是吧？车体本身的跳跃，小猪的转面，然后加了一个序列帧特效目前解决不了。好了，那么这就是 Span 新更新的 Slider 的功能非常强大，是吧？后续的应用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广泛，但是就看你能不能说服程序员了。下一次呢，我会单独做一个由 Slider 控制的一个小机器人，我把它放到 Unity 里，我们看看新的4.3.18 版本的这个是这个版本4.3.18 这个版本，把它融合到 Unity 里会怎么样？好，那么请订阅点赞毛怪老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